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是不是每次蒸馒头都有疑惑，为什麼有些特別光，有些就完全死掉？明明看到每個環節都做得非常到位，蒸出來就是這樣的問題，特別煩人，也找不到原因。這個視頻就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。首先，咱們要選擇適合的麵粉。像咱們做饅頭用中筋粉是最多的，因為中筋粉好發，揉麵好揉，不管是整形還是後面操作都非常簡單。如果用高筋粉呢，咱們揉麵比較難揉，每次都要揉很久，揉很久的話就會影響它整體的發酵速度。第二點，白糖的用量大家要注意，白糖只是讓酵母多一些養分，讓它發酵得更快，但是量不能多。正常咱們用中筋粉，它這個白糖量不要超過 7%， 因為養分太足，酵母過於活躍就會發酵得比較快，控制起來就比較難。另外就是水溫，咱們最好是30度左右就可以，因為酵母最喜歡的溫度是26到28度，這個溫度裡面它的發酵就比較穩定，它不會超速。假如水溫偏高，酵母有可能被燙死一部分，這樣就會影響它整體的發酵速度和狀態。3. 和好的麵團發酵的溫度也不要超過40度，35度以內都是比較好的狀態。溫度偏高，咱們這個麵團它發酵的速度就快，很容易就發旺。前期發旺的話，咱們後面這個發酵的力量就會減少減弱，這樣就影響咱們饅頭蒸好以後的整體效果。另外，很多朋友說自己發好的麵為什麼總是那麼黏，主要還是因為發得太旺，這個麵呢它會越來越軟，咱們揉麵的時候總會粘手。所以我每次都建議大家第一次發面不要發得太旺，發 1.5 倍大就可以。如果發得太旺，出問題的幾率就會很高。無論咱們揉的有多實在，因為前期酵母的力量用的差不多了，到後期呢它就力量就欠缺不足，也會直接受到影響。另外，咱們揉光的面一定要切開看一下裡面的狀態。如果說裡面比較光滑，沒有任何大的氣孔，像一些小的氣孔都可以，稍微偏大一點就不行，要繼續揉。因為揉面不夠緊實，它裡面氣孔過多，咱們做饅頭塌陷的幾率就會更高。另外，咱們在揉饅頭這一步，每一次按壓都要讓它貼在案板上，這樣你很容易就能揉光。如果是斜的，每一次都是鏤空的，它就容易出現褶皱，表皮不光，裡面也會夾雜很多那種小的氣泡。這樣一蒸呢，它所有的氣泡融為一體，它就出現鼓包，還有表皮不光、坑坑洼洼的那種皺皮狀態。要咱們用對的方法來揉饅頭，揉好的饅頭表面一定是十分光，而且沒有任何氣泡。而咱們今天這個是因為麵發得太旺，咱們揉成之後看似沒有問題，但是在第二次發酵的時候要注意了。大家看，這是咱們第二次發酵發過頭的一個狀態，它的原體積呢變得更大，看着都非常漂亮。咱們輕按一下，它回不上來，要麼就是回得很慢，這個情況就容易出現咱們之前發生的死面情況。這就注定咱們蒸好的饅頭總會有個別出問題的。大家可以看，其他饅頭都非常光滑，唯獨這兩個就變成了另類。這一次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咱們麵團發的有點過，第二次發酵也比較過，這樣酵母的作用力就會減弱，它就支撐不起來，麵筋呢也沒有這個支撐力，它就會塌陷，變成這樣的死面。另外還有朋友說酵母會不會蒸死？其實咱們二次發酵完成之後，這個酵母完全化成氣體，只要你操作的對，做出來的饅頭就像這個饅頭一樣，特別光，特別漂亮。所以咱們下次再蒸饅頭，建議大家千萬不要把面發得太旺，發到 1.5 倍大就可以做了。如果再等待，咱們第二次發酵再發一下，它就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。所以每次做饅頭都要記住，千萬不要發得太旺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